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3季上期回顾，白瑞创造了闪点，最终还是请求斯旺帮忙修复时间线，而这个原本的时间线也因为闪点发生了连锁反应。3年前，粒子加速器爆炸的前夕，有一对罪犯夫妇为斯纳特效力，但斯纳特眼里只有利益，况且这对夫妇企图造反，斯纳特顺理成章地打算杀人灭口。就在这时，加速器发生了爆炸，斯纳特及时开溜，剩下的2人就没有好果子吃了。山姆被困在镜子里3年，到如今再逃了出来，自己也成为了变种人。对他来说，仅仅过了几分钟，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斯纳特复仇。白瑞这边还在继续研究监控的录像，凶手显然不是炼金术师。杰西也开始在白瑞的带领下训练自己。威尔斯对白瑞是100个放心，女儿交给他心里踏实。杰西慢慢掌握了自己的神速力，和沃利也擦出了一点爱情的火花。就连乔有了爱慕的对象塞西尔，被山姆暴打的头目报了警。白瑞这才知道斯纳特无形之中又惹了麻烦。不过斯纳特早就跑到隔壁的明日传奇了，恐怕山姆永远也报不了仇。而威尔斯这边迟早的要回到地球2，闪电侠小队的智力担当也是威尔斯，因此他打算在自己离开前，给平行宇宙的所有威尔斯发出一份邀请函。这是一道需要极高智力才能解开的题目。解决完招聘，就该解决山姆。在地球2就有一个镜像大师伊万，只不过他靠的是科技。山姆正在报复所有和斯纳特有关的人，抛去警局的就只剩下一个正在蹲监狱的迪伦，他正好是山姆的老相好。粒子加速器也影响了他。乔在监狱里想问出一点关于山姆的线索，山姆直接通过镜像带着迪伦越了狱。就在各位毫无线索的时候，平行宇宙的威尔斯们前来面试。第一位叫地狱威尔斯，看起来就不太聪明，威尔斯直接 pass 了他。第2位来自地球17的智障，还没介绍完自己就被 pass 了。第3个看起来比第1个还蠢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来自地球19的 HR。HR 看起来就是一个聪明人，希斯科和凯瑟琳都很喜欢他，结果威尔斯还是选择 pass。傲娇的威尔斯只不过是不想有人代替自己权威的位置而已。越狱后的情侣孩子密谋着复仇计划，迪伦也展示了自己的能力，一瞪眼就能让人产生晕眩。刚进村的山姆第一次听说了闪电侠的存在，也知道这个快男是自己最大的绊脚石。谈起恋爱的白瑞艾瑞斯却遇到了一个尴尬的事儿，在乔面前，任何亲密举动都会让乔脑瓜疼。2个自己养到大的女儿和儿子变成了恋人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奇怪的事儿。山姆及时抢了银行，才缓解了尴尬的局面。白瑞带着杰西一起赶了过去。在得知斯纳特已经消失了之后，山姆打算东山再起。杰西和白瑞分别对抗2个人，杰西由于过于年轻，同样就是一个字儿莽就完了，不但被迪伦弄晕摔下了大楼，还拖累了白瑞。白瑞为了救回杰西，被山姆关进了镜子里，想要救他出来就必须打破镜子的分子，这需要非常低的温度。希斯科和威尔斯立马开始打造新的冷冻枪，然而还是没啥卵用，温度达不到需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山姆又开始搞事情，凯瑟琳偷偷利用自己的能力给镜子降了温，白瑞这才成功逃了出来。希斯科还以为自己的冷冻枪起了效果。在镜子里的这段时间，白瑞想出了一个对策，他准备利用镜子打败山姆，这需要斯纳特的全息投影。山姆果然中计，仇恨吞噬了他的冷静。杰西再次对峙起了迪伦，长了记性的杰西根本没有给迪伦机会。白瑞给山姆摆了一个德罗斯特效应的阵法，让山姆根本无处可逃，2个人被一起关进了监狱。实验室这边 HR 终于通过了威尔斯的考验，来到闪电侠小队帮忙打击罪犯。虽然很不情愿，但威尔斯只能选择他。HR 刚来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。威尔斯临走前把冷冻枪没有效果的事情告诉了希斯科，究竟是谁帮了白瑞，这就需要希斯科自己去探索了。送别了自己的老朋友，凯瑟琳冰霜杀手的人格也开始慢慢出现。为了避免在家的尴尬，白瑞搬了出去，暂时住在了希斯科的家里。同样住在一起的还有 HR。 凯瑟琳发现自己有些不对，就找到了妈妈帮忙体检。她的妈妈极度自负，凯瑟琳靠发飙才得到了妈妈的重视。逗比 HR 和所有人相处的十分融洽，他早就了解了每个人的爱好和性格。凯瑟琳临走前留下了录音，表示自己几天后就会回来。回到警局，第一件事就是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。朱利安打了小报告称白瑞总是突然消失，还老偷偷看自己的文件。辛格局长对白瑞十分宽容，气得朱利安更加讨厌白瑞。也就在此时，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怪物，白瑞赶过去后直接看傻了，一个数十米高的异形怪兽。 HR 也没听说过这种东西啊！怪兽出现在方圆10米，就像是被 EMP 摧毁一样。希斯科根本定位不到怪兽的位置， HR 提醒他用耳朵也可以定位。就在这时，怪兽突然消失了。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案发现场已经被朱利安承包了，他不愿意给白瑞分享任何线索。凯瑟琳这边为了找到治疗的办法，只能放手做着测试，一抬手就把2000摄氏度的固态污变成了冰棍。他妈唐豪瑟抽了一管凯瑟琳的血液样本，这对母子感情非常不好，不是迫不得已，凯瑟琳也不会找他帮忙。凯瑟琳想要离开了，却被唐豪瑟的学徒困了起来。他想要研究凯瑟琳，让自己名利双收，却被凯瑟琳冻废了手臂。直到妈妈赶过来对女儿吐露了心声，才让他们的关系得到了缓解。白瑞这边假装拜师朱利安，吹破了朱利安的马屁，
这才让朱利安同意第二天带他去现场看看。在没有人的实验室 ，HR 掏出录音笔，诡异地录了一段独白。隔天，白瑞和朱利安来到了现场。朱利安对闪电侠也没有好印象，他觉得闪电侠打击罪犯的速度太快了，让警局的警察们都变得懒散了起来。这个理由让白瑞也无法反驳。调查过程中，他们两个人发现怪兽出现时，周边摄像头都会被摧毁，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在操控它，而这个人肯定就在最高处。就在此时，怪兽又出现了。白瑞救了朱利安一命后，怪兽便再次消失。两人推测怪兽是靠电力存活的。朱利安也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他一直很讨厌变种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只会干坏事，如果自己有了超能力，一定会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们。白瑞的心里已经认可了朱利安，回到实验室开始想对策。白瑞和希斯科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 HR 好像一直都在提议，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帮过忙。为了追查清楚，两人打算偷偷震波下 HR， 结果意外地发现了 HR 的录音笔，里面的内容一下子让 HR 变得可疑了起来。 HR 赶了回来，却一点也不慌，他让两个人把录音听完。 HR 一直在写小说，他把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了起来，当做自己的灵感，这只是虚惊一场而已。凯瑟琳也赶了回来，怪兽好巧不巧的这个时候发起了袭击，结果白瑞发现怪兽只是全息投影，一下子他们就想通了一切。但是警察不知道这些，盲目开枪会伤及无辜。希斯科让 HR 赶紧定位怪兽，结果 HR 压根儿不会啊。希斯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推测，这个 HR 压根儿不懂科技。此时狙击手已经开了枪，穿过怪兽就直奔百姓。白瑞抓住了子弹后告诉他们，这个是全息投影。希斯科发现最高楼顶有奇怪的讯号，而朱利安也端着枪冲了进来，刚刚开枪却被闪电侠阻止了。罪犯居然是一个技术宅胖小伙。朱利安打下了闪电侠，小胖平时一直被欺负，他只想让别人害怕他而已。乔安慰了他，毕竟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担。HR 狗屁不懂，让大家开始懵逼。他表示自己的工作叫灵感来源，威尔斯的谜题也不是他解开的，他的作用就是给所有人启发。白瑞打算给他几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没啥卵用的话，就只能送他回地球19了。回到警局，朱利安告诉了白瑞发生的所有事儿。他很感谢闪电侠，他来自英国的贵族家庭，而他也是唯一的继承人，本应该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却因为性格怪异被大家都瞧不起。他来当警察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疯子。白瑞也把自己的遭遇说给了他听，两个人的关系也慢慢变成了朋友。沃利做了一个梦，他叫沃利，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他守护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人送外号闪电小子。乔以为儿子脑袋有泡，中二病犯了。当他听说沃利已经做了很多天同样的梦，乔心里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朱利安又发现了另一个皮囊，乔赶紧把沃利的事情告诉了白瑞。一听闪电小子的名号，白瑞知道要出事了。他把闪电里的事情告诉了沃利，这件事儿白瑞以前从未提过。闪电里的沃利几乎丧命，没有人想让这件事儿降临到沃利头上，感觉大家都不信任自己，沃利选择了离开。当晚出现了一个影子杀手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在现场，朱利安和白瑞什么也调查不出来。实验室这边 HR 想到了一个让自己出去玩耍的办法。在地球1，威尔斯的脸可以说是警察的头号悬赏，但 HR 有一个好东西帮助他易容，这项科技地球1压根没有。希斯科调取了昨晚影子杀手的监控， HR 的星球有个同样的罪犯，他们通过高频震动制造出了影子幻象，只要想个办法让他变慢就可以抓住他。在此期间，凯瑟琳一直隐瞒了自己的能力，并且偷走了希斯科的意志手铐。另一边，沃利玩了几天消失后终于出现，他只想给乔报个平安。乔也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阻止儿子了，只能想办法让沃利别变成坏蛋就行了。突然，炼金术师的声音入侵了沃利的大脑，闪电小子的记忆开始慢慢浮现。而凯瑟琳终于告诉了希斯科真相，他正在慢慢变成冰霜杀手。因为唐豪瑟已经帮不了凯瑟琳，凯瑟琳想让希斯科震波自己的未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恶棍。可希斯科只看到了自己在和冰霜杀手对拼。为了不让凯瑟琳担心希斯科隐瞒了真相，沃利苏醒之后把看到的都告诉了白瑞，这正是闪电里发生的一切。看来沃利获得速度指日可待了。 HR 建议把沃利关进超能监狱，这样炼金术师就没有机会伤害他了。晚上大家准备一起去野营看电影， HR 也易容跟着一起去。他调整了身边人的视网膜，这样他们看到的就是 HR 自己的脸。希斯科到最后还是把震波告诉了凯瑟琳，这也直接折断了凯瑟琳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白瑞和艾瑞斯在实验室保护着沃利。艾瑞斯知道自己的弟弟一心想要帮助别人，也许让他得到速度根本不是坏事。另一边的 HR 开始没完没了的和塞西尔聊天，乔现在只想痛击队友。电影刚刚开始，影子杀手就从荧幕里走了出来，希斯科赶紧靠着白瑞。在超能监狱的沃利依然能够听见炼金术师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折磨着沃利的神经。炼金术师已经开始呼唤沃利。白瑞这边赶到了影子杀手面前，因为太黑，白瑞根本抓不住他。希斯科点亮了周边所有能量的灯，影子杀手像泄了气一样瘫软在地上，被白瑞铐上了意志手铐。此时的沃利痛苦的满地打滚。
艾瑞斯迫不得已把弟弟放了出来，沃利着了魔一样准备去找炼金术师，结果被艾瑞斯一拳打昏过去，送回了超能监狱。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，HR 认为影子杀手是炼金术师派来的，哪有这么巧？沃利被呼唤，白瑞正好被支开，警局找到了6个皮囊，抛去竞速者、万磁女和影子杀手，还有3个变种人没有出现。希斯科在最不好的时机说出了凯瑟琳的秘密，他本想让所有人一起帮忙，却让凯瑟琳变得异常情绪化。白瑞当起了老好人去安慰凯瑟琳，凯瑟琳对白瑞从来都是掏心掏肺。白瑞知道这都是因为闪点的发生。沃利醒了过来，他想出了抓住炼金术师的办法，反正自己正在被呼唤，不如利用自己抓住炼金术师。乔集结了警局最精英的团队，全军出击，跟随着沃利前去炼金术师的据点。沃利假装投靠炼金术师，分了心。警察和白瑞一起冲进去制服了信徒，白瑞被炼金术师手上的石头打得起不了身，乔趁机一枪打掉了石头。炼金术师正要被活捉，一道连白瑞都看不见的白光瞬间杀死了所有警察。在白瑞眼里是白光，普通人却什么都看不见。白瑞被神秘人碾压着打，沃利却在此时不受控制地触碰了石头，也导致自己变成了残茧。而这道神秘的白光瞬间抓住了白瑞。普通人看来白瑞是被凭空控制住，而白瑞眼前却是自称速度之神的人萨维塔。果然是每一季都会出现一个比世界上最快的男人还快的男人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